Hello， 大家好，我是班森。今天我们来讲为什么斯巴达300勇士不是最勇的。想必大家都听过斯巴达300勇士的故事。公元前480年，温泉关，列奥尼达率领300名斯巴达精锐与数千希腊联军共同守卫这条狭窄的山道，明知可能有去无回，他们依然选择迎战。2000多年过去了，斯巴达依然是勇气的象征，但斯巴达真的是历史上最勇的军队吗？那些后来击败斯巴达的军队又算不算更强？而战胜那些胜利者的军队是不是才配得上最勇的称号？这些问题背后其实是一部跨越欧亚大陆数千年的战争演化史。埃及、赫梯和亚述都曾点亮过属于自己的军事分支，不过在现代大众文化的传播下，斯巴达300勇士往往是这棵战争科技树上第一个被广泛记住的著名节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棵战争科技树是怎样被一步步点亮的。在希腊世界，一个重要的军事问题是如何组织更有效的重装步兵作战。斯巴达给出的答案是骑旅、重甲、圆盾、长矛，数百名士兵肩并肩站在一起，组成一道铜墙铁壁。对于以轻步兵、弓箭手和骑兵协同作战的波斯军队而言，在温泉关这样狭窄的地形中，正面冲击密集的希腊重装步兵方阵极为困难。真正让斯巴达勇士成为传奇的，不是他们以少胜多打赢了这场战争，而是他们展示了纪律严明的重装步兵能够在有利条件下长期抵抗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军。与此同时，亚欧大陆另一端，中国正将进入战国时代，各国都开始扩充步兵军队，其中魏武卒就是战国早期最著名的精锐部队之一。魏国曾依靠经过严格训练的重装步兵，一时称霸诸侯。无论是斯巴达重装步兵还是魏武卒，都显示出一个共同趋势：战争越来越依赖训练、组织和纪律，而不仅仅是个体的勇武。但斯巴达和魏武卒都面临同一个问题：精锐战士战斗力极强，但数量有限，难以支撑越来越大规模的战争。学界一般推测，斯巴达成年男性公民可能最多只有7-8千人，魏武卒规模也远远无法和后来大会战兵力达到数十万的秦军相比。随着国家组织能力的提升，东西方都开始面临这个新问题：如何支撑越来越大规模的战争？在西方，这个问题最终由马其顿和亚历山大给出了答案。希腊城邦擅长几千人的短期会战，却很难支撑数万大军跨越数千公里连续远征。马其顿首先完成了这场升级。腓力二世建立起以长期训练的常备军为核心的军事制度，并将不同兵种统一纳入同一指挥体系，让马其顿具备了长期供养、调动和投送数万大军进行远征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年轻的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率领约4万军队远征波斯。3年后，他在高加米拉战役中击败了数量远超自己的波斯军队，随后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的军事才能，更在于他让源于希腊城邦世界的军事体系展现出了征服帝国的能力，将战争推向了横跨数千公里的远征。而在东方，战争规模的扩大更加惊人。战国后期，一些大会战已经能够投入数十万兵力，如何组织、供养和管理如此庞大的军队，成为新的挑战。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逐渐建立起领先诸侯国的动员和后勤体系。秦国最大的创新不是打造了某个传奇兵种，而是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部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如果说列奥尼达和魏武卒的时代解决的是如何打造精锐士兵，那么马其顿和秦国解决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如何组织、供养并指挥规模空前的大军。战争的重心也开始从少量精锐的较量，逐渐转向国家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竞争。随着战争规模扩大，如何协调和指挥这些大军开始成为新的挑战。于是罗马给出了新的答案，而凯撒正是将这种军事体系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人。马其顿方阵就像一支巨大的长矛，它由数千名长枪兵组成，虽然极难从正面突破，但是一旦遇到复杂地形或侧翼保护不足，马其顿方阵的优势便可能被明显削弱。而凯撒时代，一个军团可以拆分成多个战术单元，分别执行任务，又能迅速重新集结。它更像一盒可以随时拆装的积木，而不是一支只能朝一个方向突进的长矛。
比起马其顿时代，罗马时代的军团不再把胜负寄托于单一的大型方阵，而是发展成了一套由多个可灵活组合的战术单元组成，且能够快速协同的战争机器。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类似的变化也已经出现。秦国虽然建立起了庞大的国家战争机器，但调动和协调同样也成为了将领们的新挑战。如果说马其顿方阵像一只巨大的长矛，那么庞大的秦军更像是一柄巨锤。而在秦末楚汉之际，将这种灵活机动的大军团作战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是韩信。楚汉战争期间，他率军先后击败魏、赵、代、齐等诸侯国，背水一战、围水之战等著名战例都体现出一种战争思维。庞大的军队不再需要始终抱成一团，而是能够根据地形、敌情和战略目标不断分兵、合兵和协调部署。如果说罗马军团像一盒可以随时拆装的积木，那么韩信的军队则像一张可以不断变化形状的大网。战争的胜负开始越来越取决于谁能够让庞大的军队快速机动、分进合击，并在关键的时刻重新聚合成一个整体。如果说马其顿和秦时代解决的是如何打造规模空前的大军，那么韩信和凯撒所代表的时代则进一步解决了如何让庞大的军队依然保持较高的机动性和协调能力。到了这里，人类已经能够组织并灵活指挥数十万大军，但这些军队依然受制于一个共同的限制，他们走得太慢了。当军队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灵活之后，一个新的瓶颈逐渐出现，那就是人类终究是有极限的。那就是步兵的机动能力终究是有极限的。虽然骑兵并不是到这一时期才出现，早在波斯、马其顿和战国时代，骑兵就已经是重要兵种之一。但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人们开始发现，骑兵真正改变战争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冲锋陷阵，而在于它能让军队拥有远超步兵的战略机动能力。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爆发，罗马名将克拉苏率领约4万大军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却遭遇了以骑兵为核心的帕提亚军队。骑射手不断远距离袭扰，重骑兵则寻找机会发起突击。最终，罗马惨败，克拉苏战死。这场战役让罗马人深刻意识到，即使拥有当时最强大的重步兵军团，也会在战略机动性上被骑兵力量压制。此后，罗马进一步提高了对骑兵力量的重视程度，并在军队中大量使用辅助骑兵部队。在亚欧大陆另一端，汉朝和匈奴的长期战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面对来去如风的草原骑兵，仅仅依靠步兵和边塞防御很难掌握战争主动权。于是汉武帝大规模扩充骑兵力量。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爆发。史记记载，汉朝一次性投入10万骑兵深入草原。霍去病率军长驱北上，深入匈奴腹地，在远离汉朝边境的草原深处主动寻找并打击敌军。这使得中原王朝第一次能够以如此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深入草原腹地，并直接威胁匈奴的核心活动区域。从这一阶段开始，欧亚大陆两端都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速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谁能够跑得更快，把兵力投送得更远，并率先抵达关键地点，谁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战争的活动范围因此被进一步扩大。以前的远征更多依赖逐步占领和建立补给线，而骑兵力量提升则进一步放大了军队快速机动和纵深打击的能力。骑兵也逐渐成为古典时代后期最重要的战略机动力量之一。如果把过去1000多年的战争史看成2棵分别生长在亚欧大陆两端的科技树，那么这2棵树越来越向着同一方向生长。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已经逐渐意识到，一支真正强大的军队不能只有某一种优势，它既需要纪律和组织能力，也需要大规模动员；既需要灵活指挥，也需要高速机动；既需要野战能力，也需要工程和后勤保障。而到了13世纪，一个几乎把前面所有答案都融合在一起的帝国出现了——蒙古。蒙古帝国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把这些原本分散在不同文明中的能力汇聚到了一起。蒙古并没有发明全新的战争技术，面对草原敌人，他使用高速骑兵和远距离机动；进攻金国和南宋时，他吸收汉地和契丹工匠的工程技术，
并逐渐学会运用火药武器和大型工程器械。西征中亚和波斯后，又不断吸纳当地的工程师、工匠和行政人才，并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驿站和通信体系。花剌子模远征时，蒙古投入的兵力不过10余万人，却在数年间摧毁了一个横跨中亚的大帝国。蒙古真正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某一种武器，而是它能够根据不同的敌人和战场，不断调用整个欧亚大陆积累下来的军事成果。如果说列奥尼达代表纪律，亚历山大代表规模，凯撒代表灵活，霍去病代表速度，那么成吉思汗代表的就是融合。蒙古帝国让知识、工匠和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欧亚大陆流动，也为下一场更大的军事革命创造了条件。没错，就在冷兵器时代的纪律、规模、灵活和速度在不断被推向极致的同时，另一种全新的力量来源也逐渐成熟了。火器时代到来了。那么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斯巴达300勇士是不是最勇的？答案其实是没有最勇的军队，也没有永远正确的战争答案。纪律、规模、灵活、速度、融合，回头看，最有趣的并不是谁赢了，而是亚欧大陆两端的人类虽然相隔遥远，却在2000年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如何让军队变得更强？而斯巴达300勇士并不是战争史上的巅峰，他们只是这场长达2000年的战争科技树上第一个被后人广泛记住的著名节点。而从那以后，人类也从未停止过在这棵科技树上点亮新的节点。那么你还有哪些有趣或好奇的话题想要了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以后会再做视频和大家分享。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还请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视频见。